童年心理学第2集。童年呢，就是儿童加青少年，18岁以前呢，方医师定义叫童年好。那自我发展，方医师上一集呢讲这个18岁前所有的心事哈。方医师提到啊，18岁前，也就是儿童加青少年，好，18岁前所有的心事，我们就把它分为心理的跟生理的。心理的呢，就是从小啊生长的环境，最重要的就是亲子关系嘛。那小时候刚出生，根本连爬都不会爬，那根本就处在一个非常不安全、危险的、无法生存的环境啊。所以这时候父母所带来的安全感呢，非常的巨大了。那这是决定你一生发展的基础呢。所以方医师提到，不幸的童年，一生的不幸呢。好，所以第一个能够成长起来的最重要的基础，就是要提供安全感，要有一种安全的依附，让他自我成长。这个基本条件满足了以后啊，一个人的人格啊才得以发展。那今天方医师在提到第2集，自我发展。那我们循着这个思路下去，好，最后会谈到一些生理的问题啦。那生理有3A 啊，一个 A 是 ADD 啊，注意力不集中，跟多巴胺有关。第2个焦虑 anxiety 跟血清素有关。有人天生就不太够呢，所以他天生容易焦虑，容易注意力不集中呢。第3个呢，大脑神经细胞太多，变成一个超敏感的小孩，叫做自闭症。好，自闭倾向，它是一个 spectrum。像有些人啊，跟人交流有困难的，你不要看方医师好像在这个荧幕上讲话很自然，我连去那个便利商店买东西，我都觉得很痛苦，因为我必须要跟店员交流几秒钟，所以我有点自闭的倾向。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自我的发展。我们从无到有，变成一个人，踏入社会，结束一生，这就是一个我的发展。那我今天呢，把这个自我的我啊，分成5个单元来看。前2个单元呢，把方医师的想法放进去。第一个，我把它叫做佛陀的我；第2个呢，神经的我，不是神经病的我，是神经的我，也就是从神经心理学的角度看我的发展。第3个。我们要引用这个皮亚杰大师啊，儿童心理学家，他提到的儿童认知发展，也就儿童啊，对于这些大脑的认知啊，他怎么开始，怎么那个发展的。然后第4跟第5个呢，分别是弗洛伊德提到的性发展理论，因为弗洛伊德对性呢非常有兴趣啊，所以他对性发展有一套理论。那弗洛伊德也提到那个 ID、ego 跟 super ego， 自我、本我跟超我。那也是他的一个叫做心理动力论。好，那我们今天就照这个5个主题逐步发展下去。第1章这个举手的姿势就是我在照片上那个佛陀的我。那这是方医师自我发展理论的第1个。那这一套呢，就是提到从我存在从无到有嘛，我存在，我活着，我知道我的存在，一直到我有的，我很难说明我是谁嘛，我用我有的东西。我拥有的东西来代表我，到最后要填充这个内在啊，就是我是谁。最后呢，要经历一个很特殊的阶段，就是我消失啊，把已经建立起来的我再毁掉，再帮它融合掉，那把它消失掉。这个是从佛陀的角度看的从佛陀的角度看的。首先第一个，0到2岁就是我存在的一个发展过程。你让那个小朋友婴儿去看那个画面，那个镜子中的我，那一开始他以为是遇到另外一个小孩呢，还会跟他开玩笑或打招呼或感到什么什么。后来他才慢慢发现说，原来镜子里面的那个人是他自己。那怎么去证明呢？比如说你给他在脸上涂一些奇怪的色彩啊，或戴一个奇怪的帽子啊，他从镜子里面看到的那一个人，他到将近1、2岁的时候，他才知道说，原来那个是我啊，那是自己啊，那个不是别人啊。其实在动物界里面有这种能力的人不多嘞。你像海豚，海豚是有这个能力的。如果是一般普通的鱼就不晓得那个镜子里面是自己，海豚知道是自己。所以第一个存在感就是从镜子中的我发现自己是存在的，一直到2岁到7岁或者是更久一点比如说青少年然后慢慢他就会发现说，这个他喜欢装扮啊，
他对于那个服装啊、发饰啊、造型啊，然后买一些名牌啊，然后戴在身上啊，他们认为说，这个我的存在啊，需要靠外在来装饰啊，来定义啊，来增加它的内容。所以青少年也常常喜欢作怪啊，然后把各种饰品穿在身上，然后重视外表、重视内容，喜欢买特别的球鞋，那就是因为啊，他们想要外表来证明自我的存在。这是第二个阶段，我有的、拥有的东西。哎，第三个，一直到这个成年人啊，才慢慢发现说啊，我这个人到底是谁啊？我在想什么啊？我的个性是怎样啊？那我的价值观是什么？我到底是支持这个还是反对这个的？他不断的从这个问题里面去定义自己。那这个需要一个建构的过程然后一直到成年人，他才慢慢成型，他才敢说我大概是偏向于什么样的人那这叫做我是谁。到成年人你不管你的家庭、你的个性、你的工作，都小有成就朋友要介绍你也讲得起来。比如说我要介绍这个我们黄博士，除了外表以外，我们会说，他是一个乐观派啊，他天生乐观到底啊，乐观到有病啊，病态的乐观啊，他是不是已经建筑他的一个特色了？然后慢慢的到我们50岁以后我们要慢慢的把自己这个已经成型的我慢慢隐藏下来，那把它消失掉。那你不要再张牙舞爪的去证明自己的特性，你应该融入大家，融入这个大我里面，然后把自己消失。所以方医师用达利这个 AI 画图呢，画了这张图，你看在我们肉体死亡之前我们精神上要先死亡。这我常讲这一句话，也就是我要先消失，精神的我要先消失。然后这个词写众里无我生是客是不是很美的句子？众里无我生是客因为你总要走到下个辈子去嘛，精神上呢先把它消散掉，精神上先让它消散，那肉体死亡，迎接下一辈子。那这4个过程就是佛陀的一个特色了那方医师的自我发展理论用这张简单的图来做这个意涵你看一开始呢，它是一个虚线的圆，他还不晓得自己是存在的。自从镜子里面发现自己以后，后来呢，他找很多装饰品把这个圆呢弄得很光亮外表很光亮，然后再花大概20-30年的时间呢，从他的这些生活的体验、工作的体验呢，他把内在充满，他成为一个有内涵的人。那当你已经很明确知道建筑了你这个自己了以后还需要再花20-30年时间，把已经建筑好的慢慢把它空虚掉。那方医师用这4个图来代表自我发展理论，这些东西很重要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特质你有时候常说无我无我，要把我消失，其实连你自己是谁，连我是什么，你都还没有走到，你要消失个什么？常常一句话说，我心很乱，请大师帮我这个安心。那大师就说，把心交给我，我就给你安心。这是达摩祖师的梗。那他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你觉得不安心，那到底不安心的心是什么？所以你要消失无我你必须要先明确知道你到底那个我是什么，然后再把它消失掉。方医师的第2个自我发展理论呢，是跟大脑这个演化有关系的。我们最早大脑只有长到我们的脑干，然后在上面一点点那个原始的大脑，然后把它叫做原脑好了。这爬虫类的脑爬虫类的脑要干嘛？他们每天呢就是为了生存，简单的生存，他们不会想很多事情他们也不会做比较，他们唯一的推理就是一致性的推理，这是他们唯一的逻辑那第2个脑就是哺乳类的脑。哺乳类脑呢，像那个老鼠就算是哺乳类的那我们把它叫骨脑。它长出什么？它长出情绪。所以从那个这些猴子也很有情绪所以这些老鼠到猴子的哺乳类的情绪
那情绪可以加强生存的能力的。你把一件有危险的事情呢，你不是只有那个危险哦，你还有很多恨啊、讨厌啊、绝望啊，那些很极端的情绪。那你把这个好的地方呢，你赋予很多这个美好的这个感觉。那这种趋吉避凶再加强版的哦，就是情绪，那跟哺乳类有关。那到了人类啊，灵长类的大猩猩啊，或者是人类啊，就长出这个心脑。这心脑哦，整个额叶、整个大脑的皮质呢展开啊，长了1-2倍大。这个心脑有什么？它就是信念，它就开始需要做一些想象，那有人生有目标，然后什么事情都有意义。你去问一只猴子说人生有什么意义，它还只会唧唧的笑而已，甚至还对你露出牙齿这样子。但是你问一个人说人生有什么意义，他可能会因为没有意义跑去自杀的，所以这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人类从生存、情绪到信念，是我们大脑演化的一个过程。那你目前是在哪一个状态？你是为生存努力吗？还是整天都是情绪，整天都是暴躁？你有没有信念？你人生到现在有没有为信念而活？你到底是像爬虫类在活，还是像哺乳类在活，还是像人类在活？所以方医师神经的我这个自我发展理论的第2集这个第2个部分就是从神经演化的观点，你目前是一个生存人，每天呢只要吃喝，只要这个看看电视，去网络上当酸民，乱丢垃圾或者是活得很开心，有什么美食赶快去吃，这样子的生存人而已吗？还是说你是一个情绪人呢？你每天暴躁不高兴就要骂，开心就大笑情绪很激动很激烈，你是一个情绪人吗？为所欲为的情绪人吗？那你人生到现在为止，你有没有什么比较理念的信念的事情要去执行？那超越自己的事情要去执行？那为了一个理念能够奉献一生的，奉献自己的，你的信念存不存在？所以我把这个自我发展呢，把它分为生存人、情绪人跟信念人。所以呢，方医师的自我发展呢，就有佛陀的我跟神经心理学演化的我。那第3个，我们来认识这个法国人，叫做尚皮亚杰。那他观察儿童他发现儿童的认知发展呢有4个阶段。第1个阶段跟他存在有关。你知道儿童他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去测试，你家如果还有1-2岁小孩，你把一个东西，比如说一个玩具好了，那他看得到，他就承认它存在。那如果把它放到一本书后面或手的后面，那他就很惊讶，玩具怎么不见了？后来他到快2岁之后，他才知道说，你藏在手的后面是不是很好玩？因为他们对于存在感是后来才发现的。所以第1个阶段是你把玩具放在手的后面，然后他知道，你藏起来，藏起来。那有些婴儿会瞪大眼睛说，玩具不见了。那第2个阶段呢，他开始有思考，那个思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所有思考他可以开始讲话他会叫爸爸、叫妈妈、叫这个叫做水，这叫狗狗。他是开始有用符号的但这些符号都绕着他转自我中心去理解这个世界的他不能理解别人在想什么，一切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那他还不能理解一件事情，比如说一杯水好了，它是倒在一个圆形杯子的水，你把它放到一个4方形杯子的水或者是比较小的瓶子的水，那个高度大小这个可能会不一样量是一样的嘞，可是小朋友会很惊讶，为什么这个水变高了？因为它底座变小嘛。然后他就很惊讶说，为什么这个扁扁的水，这水会看起来很高？你把它倒进去以后，他对于保留性他是没有办法理解的，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水是有弹性的，那就代表他大脑发展的过程很具体的说明到了第3个阶段，他能够开始理解保留性了。那刚刚那个水倒过去，他还说有没有一样？他就说一样，他不是只看表面而已，他开始可以理解说有这个保留性，而且开始理解别人的想法，可以开始理解别人的想法，比如说这个糖果很好吃，他吃了，可是呢，既然拿给一个别人吃，别人说好难吃。如果在第2个阶段，他会很难理解，这怎么可能会难吃？这就是好吃的糖果啊。可是呢，到第3阶段呢，他可以同意说，对了，有人不喜欢糖果，糖果有些人认为不好吃
到第4个阶段呢，他对于抽象的事情呢，他可以开始理解。刚刚讲的都还很具体，对不对？第4个阶段可以了解那个抽象。好，第1个阶段叫做婴儿探险家，他们一直爬来爬去的呢，他们像在这个用手用舌头去了解这个世界的存在呢。他们好像这个婴儿在森林里面探险，然后这边爬来爬去，然后用手用舌头去发现了解这个世界。到第2个阶段叫做小孩演员啊，演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嘞，他没有办法演配角嘞，他一定要当主角的，然后他随便拿个棍子当剑嘞，然后这个叫做小孩演员啊。第2个阶段自我中心啊。第3个阶段青少年科学家。他开始可以理解这个有些事情的变化，开始这个可以理解别的事情，到最后他想要了解宇宙人生的意义，更抽象的思考，我们把它叫青年哲学家。所以这4个阶段就是皮亚杰的阶段啊，方医师用具体的方法来说明。好，那我们走到弗洛伊德，那弗洛伊德对自我发展也很有贡献啊。他第1个贡献就是心理性发展理论。一个人对性一般都比较少人去讲，觉得是禁忌的。就弗洛伊德百无禁忌，全力以赴在讲性，什么都跟性有关的，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很突破禁忌的。他怎么讲？他第1个他说分5个阶段，第1个叫口腔期，因为你知道婴儿都有些会喂母奶嘛，所以从嘴巴他会得到某种满足感、安心感，所以口腔期要先满足嘞。如果这个阶段没有喂母奶口腔期没有得到满足，这个婴儿未来他说有可能会出现口腔相关的行为比如说就会抽烟抽雪茄还会抽什么过度的饮食只喜欢从嘴巴得到满足感。弗洛伊德就推论说，他可能在2岁前或1岁前，他没有从吸吮母乳从嘴巴得到满足。那弗洛伊德有一个厉害的地方说，如果你那阶段没有满足，你很难走到下一个阶段。那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叫做肛门期，因为他开始要被要求要控制排便，所以他大小便能够控制。那有时候这个如果做得不好不管被笑、被骂、被打，一个尿床的小孩，这很可怕的事情呢。这有时候是一个梦魇呢。所以如何加强控制排便大小便，那就变成这个阶段很重要的阶段如果这个阶段呢太被重视表现不好他对未来就很重视秩序，很重视秩序，这很好玩吧他要么就是很重视秩序，要么就是很不重视秩序跟秩序有关。弗洛伊德真的蛮有想象力的，他把肛门期跟重视秩序它是连接在一起的。到第3阶段叫性器期，因为性器官开始发展嘛，那男生跟女生有时候不小心看到对方的裸体长得不一样长得不一样很奇怪那这时候对于这个他认为啦，这个女生可能对父亲会有一些情愫儿子对妈妈会有一些情愫。弗洛伊德基本上是把自己的情愫投射到别人身上，他自己有情愫，他认为说别人可能也会有这些情愫。女儿会跟妈妈竞争爸爸，男生呢会跟爸爸竞争妈妈他觉得可能有这个性器官的情节。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弄好他对于性别的认识是有问题的不晓得自己是应该怎么当那个性别。到第4个阶段，性的意识稍微压抑一下，进入潜伏期也就青春期这段期间，他开始要学习他要交朋友社交学习，然后这个功课学校这叫潜伏期。到第5个阶段呢，叫两性期，就是要跟异性要强烈的结合这时候呢，心心念念的就是要交个男朋友或女朋友这件事情很重要呢，非常重要的叫两性期。这些事情如果没做好，影响到后来的那个两性情感的发展。这是弗洛伊德从性的角度看一个人的发展。那弗洛伊德最伟大的贡献呢之一就是心理动力论，算是承先启后他提到有3个我第1个我叫 ID，ID 呢就是本我，本我就是内在那一个想吃就吃，想睡就睡，随心所欲的动物本能的我叫本我。
很像方医师讲的那个生存。那第二个自我呢是 ego， 这 ego 就是好像是某种意识的窗子，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感觉到你现在在想什么，那个你知道你在想什么，嘴巴上的我，有意识的我，叫做 ego。那第三个叫 super ego， 超我，也就是你想成为那个人，你希望成为的那一个人，那个伟大的人，那个人有时候是为了弥补你的不足呢，因为你小时候没有得到爱，所以你非常希望成为一个可以成功的人。你小时候呢，这个很苦哦，你就希望赚很多钱，这类的 super ego， 人生就在 ID ego 跟 super ego 三个中在拉扯啊。那这个方医师会继续论述下去的。我刚刚有提到5种我吧，佛陀的我，神经心理演化的我，皮亚杰这个认知的我，还有弗洛伊德的这个性心理的发展，跟那个3个我，自我、本我、超我，这3个我的这个发展。这5种我哦，如果你今天哪个地方卡关了，那就会过不去呢，你就会停在那里呢。那停在那里呢，这个没有办法直接跳过，走到下一个阶段的呢。那你人生觉得不对劲啊。比如说这个到第二人生50岁以后，你应该要走方医师讲的，让我逐渐的消失啊。结果你不是，你仗着你的能力或者是你的财富，说我要做一个大善人。然后张牙舞爪去做好事，哦，我说了算，哦，那这种其实是卡在那一个把我是谁跟我消失的阶段哦混淆了，以为可以一辈子哦繁华市井到底这样，那这也会带来痛苦，因为我们总会老。自我发展的卡关障碍，导致人生陷在困境里，这是下一集哦，方医师下礼拜要讲。你要注意，你停在哪一个阶段，然后卡关了，那我们的解法是什么？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自我发展呢，这一集就讲到这里，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